可以预判，在新的一年里面，印度在中印边境问题上可能会继续采取心虚嘴硬手软的做法。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鲍明说。这期的话题我们说一说岁末年初印度的反对党为什么就边境问题声讨他们的总理莫迪。最近一段时间呢，印度时报、今日印度这些媒体集中报道了一批对印度反对党人士的访谈节目，他们激烈的指责印度的总理莫迪向中国妥协退让。特别是2021年12月29号，中国民政部网站发布了第二批关于增补藏南地区公开使用地名的公告，印度的这些反华政客就跳得更高了。随着中国外交战略的推进和解放军更加坚决的维护国家主权的行动，2021年呢，印度在中印边境全线都采取了嗓门大动作小的行动方式。这并不是因为印度高层呢改弦更张了，决定回归和平路线了，而是真的打不过也打不起。在这一年里印度经历了新冠疫情的恐怖的爆发，野外火葬场里的滚滚烈焰是照亮了印度的夜空，让全世界是目瞪口呆。印度还发生了直升机坠毁摔死国防参谋长的特大事故，体现了印军管理能力和组织水平的低下。印度还因为新冠疫情推迟了大量的航天发射任务，全年一共才发射了4次，其中还有一次失败，损失了重要的卫星。这一切都沉重地打击了印度的民心士气。所以我们发现在2021年的中印边境问题上，印度虽然是嘴上依旧不饶人，但是在实际行动上呢，印度并没有挑起太多的实际的冲突。这并不是我们的臆测因为印度是个不太重视军事保密的国家，新装备的采购、部署、中印边境和印巴边境的冲突都经常有影像出现在新闻媒体当中。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以及印度的东北部是经常发生武装冲突的，每天的人员伤亡都形成惯例的。但印度的报纸一定会不厌其烦地报道每天的伤亡情况，甚至详细的报道每一个战死的印度官兵的身份、家庭情况。如果在中印边境上发生了武力冲突，政府和军队同样是不想保密也没法保密的。但是印度报纸这一年几乎从来没有报道过中印边境线上有什么武装冲突，只有几个口头交锋的视频。印军呢，在高原装备的采购上也遇到了不少困难。2021年的12月，当喜马拉雅山已经进入了冬季，印度才匆匆忙忙地找到5家私营企业为一线的部队缝制冬装。印度试图仿照中国150坦克，开发一种国产的轻型山地坦克，也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正在寻求德国发动机企业的帮助。诸多的事实证明，中印边境斗争的主动权正在一点一步一步地向中方转移倾斜。2021年呢，中方在维护边境主权的问题上采取了很多的积极行动，这些动作让印度的反华分子们是惶恐不安，其中包括藏南地区居民新村的建设、东线或西线战场基础设施的改善。临近岁末年初中方又做出了2项重大的举动。首先就是发布藏南地区15个地名的官方称呼，虽然这只是一份书面文件，但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一个地方叫什么名字与国家主权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台湾，全体中国人都知道它叫台湾，但是西方殖民者一直把台湾叫什么叫福尔摩沙。经过近10几年的坚决斗争，我们无论是在哪个语种的文献当中，都很少看到有西方研究者再这样称呼台湾。当然了，除了台独分子，还有西方殖民者过去一直把南沙群岛称为斯普拉特利群岛。在最近10年以来，特别是随着我们中国在南沙岛礁建设的全面推开，国外现在也很少再使用这个名字了。2022年的元旦这一天呢，又发生了一件事。解放军加勒万河谷边防部队向全国人民展示了一面鲜艳的5星红旗，并祝全国人民新年好。这面国旗是从北京天安门广场送到喀喇昆仑高原，交到戍边烈士萧思远生前所在的连队的。这面国旗曾经在2021年的8月1号建军节的当天，在我们中国的心脏天安门前的旗杆上升起。边防部队为这面国旗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这件事又极大的刺激了印度的反华分子，不少人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的指责莫迪对中国妥协退让。于是几天之后，印度在西线的边防部队特意穿上了崭新的军装，担着新买的瑞士自动步枪，在一所破旧的甘达雷哨所面前展开一幅印度的国旗摆拍照片。这张照片发到网上以后，让印度的反华分子们像打了鸡血一样的亢奋不已可以预判，在新的一年里面，印度在中印边境问题上可能会继续采取心虚嘴硬手软的做法。这不但是因为印度自身实力不济，还因为美国越来越体现出
外强中干的本质，无法坚决支持印度的反华冒险行动。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